接下来我要谈的有关于日本九度的部分呢，我相信在台湾大概没有几个人能够谈，即便是我呢，也很难讲得非常的清楚，因为它其中牵涉到了很多的关键，包含一些数学的知识、化学的知识，还有一些没有办法量化，但是这是属于生活经验方面的感受、感知等等。如果你想要了解到什么叫做清酒，哦，日本清酒的日本酒度的话，还有它代表的意义，请你务必看完这一集，尽量把它看到最后。虽然我也不敢保证说我能够讲得多清楚，但是我会尽我所能的把它讲出来，因为毕竟之前研究过，然后我也有写过一些东西，在讲这一集之前，我也特别的稍微再回去看了一下我之前写的这种自己教导自己的方式，是我觉得是最方便的，因为我看得懂我自己写的东西，我知道我自己之前的思想脉络是什么。只是有一点很糟糕的，就是因为我今天去打疫苗，去打了这个流感疫苗，然后同时又打了这个那叫什么疫苗？疱疹、皮蛇的那种疱疹疫苗。年纪大了嘛，然后比较抵抗力比较弱，打了疱疹疫苗什么的，因为我现在全部都是公费，都是自费，所以一整好像流感860吧，然后还要预约。那疱疹那个要打2次，一针在宜兰这边一针8600，打2次，中间要隔2个月，所以流感860，今天又打了8600的第一剂的疱疹，一左一右，所以我现在两边，特别是打疱疹这个手都抬不起来，很痛。然后打完之后很想睡觉，所以我今天精神状况不是很好。可是既然要讲嘛，因为我希望每天都做一些东西，没关系，越困难我们就越挑战。请看到后面一点哦，因为这个没办法在前面就讲得很清楚。填土之道有道理，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前天我有发那个短片，就是有关于这个以前我们家吃年夜饭的时候会常用到的酒。不是有朋友可能会认为说我比较热爱清酒，不是的，其实我清酒跟葡萄酒喝的瓶数呢，并不会差太多。我是从大概30岁出头开始喝到现在20几年的，所以有些人说要跟我辩论清酒来，我真的很欢迎跟我辩论，因为我的清酒的讲义写了快要400多页，还没有写完。单单我在谈着日本酒度这个，我讲义我就写了大概4、5页出来了，里面很多东西是数学公式或什么的，所以你如果考 SSI 你要跟我辩论的话，我欢迎你来跟我辩论，我几个问题就帮你问到了。但是不是说我臭屁，我只是说这方面是要有研究的，而不是只是拿了一个证书，就好像你不可能大学毕业。我讲过很多次，大学毕业，大学设计师，建筑系毕业，你就可以出去盖房子了吗？连律师也不是你念完法律系你就可以当律师，你要去考这个国家考试嘛。有多少人考几次考不过了？考司法官考试嘛，考完了之后也不见得代表你就很强。律师竞争那么多那么激烈，你还是要遇到各种案子，然后去累积你的实力嘛。这跟聪明才智当然有关，但是也没有关系，而是跟经验是很有关系的。经验占据了很大的一部分，因为书本上的知识，各位不要忘了，他讲的都是一些最 fundamental 基本的东西。但是我们所谓的社会学你在社会上学到的知识不是社会学，那是每个案子可能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老的律师经历过
这个波折还能够生存下来的律师，通常都很厉害。为什么？因为他们经历过太多的事件了。好，我闲话少说，接着就要讲日本酒度。酸度的部分我提过，我提过酸度是指那些酸的东西的累加，这些酸呢可能包含琥珀酸啊、酒精不是酒精啊，乳酸啊、苹果酸啊、柠檬酸啊、醋酸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呢，酸度的部分其实你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累加的东西，但是在累加的时候，它也会它要去量测它到底是有多少酸度在里面嘛？那这种量测方法是用滴定的方式哦，就是用碱类的东西做滴定，因为毕竟它还是酸性的东西，只是它在口中比较酸，和它 pH 值那个是没有关系的。但滴定的东西可以，因为酸碱中和有一个化学的公式，所以你要让它变成一个中性的东西，你滴定下去之后，你自然而然可以知道说你里面含有多少的酸的东西。这样理解吗？不理解就回去看以前的化学哦。做滴定的目的只是要确定说我有多少碱来平衡多少酸，那是属于不是属于 pH 值的东西，而是属于这个可能它的分子量、它的重量啊等等的这些东西而已。好，酸碱中和，因为那个就是属于那种化学反应的东西，它跟一般 pH 值氢的离子的解离那个是没有关系，那个是会氧化，会造成人的伤害的。那利用酸碱滴定的结果去计算出这些总共多少酸呢？然后这个它再透过一些公式的演化，跟我现在要讲的这个日本酒度演化一样，但是它相对来讲更复杂，因为它里面不是只有一种酸，它像日本酒度的糖，日本酒度是讲日本酒的甜度嘛，那当然是它这个相对来讲简单，那边是比较复杂，但是原理是一样的，他们最后的结果都要算这个糖分在这一瓶酒里面到底占了多少，这个酸所有的这些酸在这个酒里面占了多少？我再强调一次哦，以酸来讲呢，它占的多，并不代表它就很酸，它占的多只是说它的酸那些弱酸性的东西很多，但是用滴定酸碱中和的方式滴定去测量出来，但是呢，这很多反而代表说这个酒体会比较浓，为什么？因为一瓶酒里面溶了这么多的不同的酸在里面的话，这个酒相对一定会比较浓稠一点嘛，加上它还是会有一些酸度的感觉的话，那你这样你在嘴巴里面喝起来了，感觉起来就是会比较厚重一点。厚重，请注意我讲厚重两个字哈。那这个酸的部分，其实我前面已经解释过这些酸，然后现在又把这个再解释了一遍。那滴定的部分我就不提了，那是用氢氧化钠去做滴定哦，就是化学的东西。这个部分呢，各位只要了解到这里就可以了。所以它酸度的意义是代表滴定后的一些测量出来的相对的酸性物质的多寡，但是它有一个计算的公式，所以最后这些因为每种酸是不一样的嘛，那你滴定的结果那些东西，你要怎么去谈几克几克之间的差异性呢？因为你是一个综合的值嘛，你说5克的酸，那可酸里面可能构成的东西可能是不一样的酸，所以你不能说这个5克就比这个10克的要不酸，不能这样讲。那他们自然而然会发展出一套系统哦，这个系统我不介绍，因为很复杂，然后去算出一个所谓的酸度哦，酸度。我这里讲的酸度就不是 pH 值，就是日本特有的那种酸度，就好像我们现在讲日本酒度一样。那这样做出来的酸度是没有那个度量单位的，它只是一个综合的值而已，它是考量各种因素。琥珀酸大概比例占多少？一般来讲，然后乳酸大概会占多少？去考虑到这些值，而且是一个大数据的统计的值，然后去组合出来的最后算出来的一个
应该讲说台湾话叫做倒起来，就是组合出来的一个没有单位的一个数字。好，请各位记住没有单位这样就好了。然后同样的道理，我讲这段，所以日本九度这边我就不再多提，就是日本九度也是一样，它是没有单位的，但是不一样的是它只有糖而已，只用糖来做检验而已。那你会说，那你刚讲那是因为不同的一个日本酒的酸度里面可能有不同的酸，不同的酸啊，所以你觉得你不能用一个相加起来多少来代表它就一定多酸啊，多浓郁啊什么的，对，那边是没有办法。那糖度为什么也没有办法呢？其实，在算这些单位的时候呢，日本人，特别是日本人，就是我前几期有预告过了，他们酿酒出来呢，除了像清酒这种东西哦，他酿出来，他还要考虑到销售啊。日本人很注重包装、行销等等的，这是民族性的问题。你今天你看到一瓶葡萄酒，如果我不跟你讲这些知识，或者是你没有去念这些知识，上面写说这瓶酒的含糖量多少，每公升多少克的糖，请问你会知道它是多甜或多不甜吗？当然，甜与不甜，酸与不酸，或 sour 哈，酸与不酸，苦与不苦，这些东西都是没有办法量化的。我所谓没办法量化，是说，也许你可以像糖分，你可以量测出它总共含了多少残糖在里面。的确，残糖越多会越甜，但是残糖5克跟残糖6克，你觉得6克一定比5克喝起来甜吗？对你来讲，你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你的对象是只有自己而已嘛。所以5克和6克对你来讲，如果在没有告诉你的话，搞不好你还判断不出来。但是告诉你，你可能就可以判断出来，因为5和6之间只有差一点点而已。那你的感受有没有这么明显？这很难讲。而且是不是同时喝，哪一杯先喝，哪一杯后喝？这个东西就是很难去。这是我所谓说盲饮这种东西没有意义，在于说，今天呢，你喝了第一杯之后，你再喝第二杯的时候，你的嘴巴的味道就不准了，一定就有略微的差异了。除非你从头到尾单纯的品一瓶酒而已。回过头来讲，就是说我自己在以前在推荐酒吧要品酒的时候，我都会了不起2款，了不起最多3款，通常都2款就已经是极限了。不是说我的酒量的极限，而是说我觉得再往下喝下去，其实就不准了。那我不晓得各位朋友有没有参加过酒商办的那些聚会，一大堆酒在那边的，有人喝到爽，拿个杯子到处走，喝到爽的。那样子的东西呢，与其说是你在了解这间酒造，你倒不如说是同乐会、欢乐会。我有跟酒商谈过这个问题，因为其实如果是比如说一个在台协会办的某个区域的酒的话，其实要说我是酒商，我宁愿不要去参加。为什么？你说增加知名度有什么不好？知名度好有2种状况哈，知名度增加有2种状况，一个是好的增加，一个是坏的增加。你说很多人，我很反对有人这么讲说，好的增加和坏的增加都是增加，只要有增加知名度就是好知名度啊。我不喜欢这样子哈，就好像有些网络的这个什么博主，那个是之前不是逼人家吃什么汉堡啊，还是什么有了没有？你因为这样成名的这种博主，就算可以赚钱，我也不想当了。坦白讲，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坚持，那这些坚持的东西，我们姑且不谈什么家庭教育什么什么教育，就是可能人生下来每个人就有每个人自己的，也是教育体系下来，或是父母家庭教育，特别是家庭教育，给你对你自己的期望，你不会希望用这种方式来红。如果我是个美女的话，那也身材又好，网络上很多啊，就是每天穿瑜伽裤或者是露胸部露什么的，然后就是
博眼球嘛，因为他觉得在这段时间红，我赚到的钱就已经够我花了啊。那你有这种想法呢？有没有对错？没有对错啊，我照样订阅啊。但是我订阅看一看之后，其实你今天看一看另外一个漏的比你更厉害，或是他更有一些想法的时候，这个你马上就被比下去了。所以你这种东西走到极端，到最后面几乎都变成脱心了，哦，对不对？就或者是说像日本 AV 一样，从刚开始出脱到最后弄得什么都来了啊，这个有男生就知道我的意思啊，到最后甚至到风俗店去上班了，从跳艳舞到后来甚至就接客或者怎么样子了，对不对？太阳花女神不是也是这样子吗？但是我们也不评论对错了，我只是讲说这个是对女生来讲，这是她的一个对于那些漂亮的女生、有企图心的女生来讲，长得漂亮其实就是她的怎么讲，天生的工具嘛。那你也不能讲对或错啊，因为人家就有这个本钱了。就好像有些女生，或是我们现在以女生来讲，有些女生很聪明啊，她就可以当医生，她就可以怎么样啊？你叫她去干这些我刚刚讲这些事情，她根本不屑啊。那不都是在发挥自己的所长吗？对不对？我把话题扯太远了。回过头来讲说，日本有关于日本九度的部分呢，它牵涉的范围就是我刚刚提过，可能有人本身的感知，然后可能有化学方面的知识，可能有日本人的一些细腻的思考思维。那这些东西呢，要一起放在一起来讲，其实不太容易。但是我们既然这是日本清酒嘛，所以我们要从日本人的角度来思考他们这个定日本酒度的原因。我刚刚提过了，今天这酒如果是残糖是酒里面的残糖是4克、5克、6克、7克，你喝得出它的差异吗？你说我喝得出来，因为我感觉很敏锐。好，但是有人喝不出来啊，或是你即便你喝得出来，你喝得出4度跟4.5度的克的那种差异吗？我相信就不见得了。那再怎么嘴巴驽钝的人4克，那前提是他嘴巴是好的啦哈。4克跟10克的这个溶在同样的体积的水里面呢，你觉得它分辨得出这个比较甜或这个比较不甜吗？分辨得出来吧，因为已经差很大了。所以这种几克之间才分得出来。这个第一个，其实在葡萄酒的书里面通常会讲说，人类可以感知的甜度，可以开始感觉到这里是甜的。但是什么叫做甜？多甜叫做甜？它也没有定义，它只是讲说甜，可以感受到甜度呢，是像西瓜这么甜，还是说那个那种葡萄糖液这样淡淡的甜味？这没有写，就是人类感觉得出来，而且这是什么人？是大数据统计下来的，有关于4克这个产生4克这个值，也有人可能2克他就有感受到了。我记得是每1公升啊，以公升为单位。那你如果刚才讲4克，他觉得说那个已经太偏甜了，那谁对谁错？没有对，没有错。所以所有东西跟统计有关，这只是一个大数据的统计可能4克是这样。那残糖的部分呢？4克残糖就是溶在水里面的那些酿造完了之后剩下的在酒里面的残糖。有关甜酒的部分，我有提过，在前面几期，请各位去看，那是比较早期录的。我也没有什么进步了，那时候讲话跟现在讲话方式差不多，就是时间控制不住。我请大家尽量把它往后看，你可以跳过广告，再把它往后拉，我也没有意见，因为现在有没有看广告对我来讲没差，我现在人还没到那个地步。各位如果没有把它往后看的话，对于累积我的这个时数是没有帮助的。为什么？你订阅归订阅，但是有些人订阅是朋友友情订阅嘛。但是 Google 的那个 YouTube 的平台背后有一个机制，它会统计说总共
你的影片总共被看了几个小时。各位看的那些什么 X 调查啊，什么老高与什么小莫是吧？那种几百万人订阅的，他很容易就可以超过 Google 规定的最少的小时数，多少你知道吗？入门槛3000个小时。所以如果你每个影片只看1分钟的话，每天都来看，你看了365天，就是多365分钟除以60就是6个小时。6个小时，50个人都做这种事情，我才300个小时。问题他的 minimum 是3000个小时，所以做这个东西，坦白讲，因为我这是知识性的东西嘛。如果我做的是那种综艺节目式的那种的话，大家一定从头看到尾啊。那个阿布玛利亚啊，或者一些那些外国的这些女学生啊，大陆来的这些漂亮的美眉啊，你节目一集50分钟，你可能40分钟，你可能都把它看完了。不管有没有去，你把它看完了。其实播的东西可能只是很无聊的东西，就是每个人大家都会播哦，去淡水吃阿给的那种影片，你把它看完了，看完了30分钟。今天他如果有1万个人订阅的话，那他一下马上就累积了5000个小时了。问题是，搞不好2集3集他就累积出来。问题是我现在已经拍到这一集应该是第86集了，还没有超过300个小时。好，抱怨完了。我只是说，但是我还是要做。为什么？因为刚刚讲的那些影片呢，也许会留下来，也许不会留下来。但是我希望我这个影片呢，是我教你了之后，不是我教了，就是我跟大家分享了之后，以后的人还是可以再看，或是你忘记了还可以回来再看。但是前提是你要知道这里面在讲什么，因为我没有办法在标题里面把所有的细节写出来。而且你看，我这样从刚刚讲到现在，其实有提到酸度的东西，然后我有提到那种所谓甜度的这个东西，因人而异哈。然后最低可能是这样，那些都是大数据，就是统计出来的结果。我一直比这个数字指的是中型分配了哈，normal distribution 哈。那有左右两侧这种PR 多少 PR 多少这种东西，我们不考虑哈。有人天生就是舌头很利，有人天生就舌头不利。没有说这样就好或不好，真的没有好或不好。你就像嗅觉一样，你太容易去闻出什么味道的话，哇，你觉得这个世界实在是各种奇怪的味道都有。你进入一个公车里面的时候，你也会很受不了。所以这个跟敏感度，我没有说好敏感度好的你就好，没有这个意思。回过头来讲，日本酒度呢，既然是量测甜味，它就不会像老外这边写说哦，残糖多少几度几度几克几克几克，因为写几克，我说残糖它有7克每公升，你会知道说那7克有多甜吗？你可能如果你有念过一些书，你知道4克是统计范围里面是人可以感受到的甜味的一个初始点，但是4克跟7克的差异在哪里呢？难道它就是，或是4克跟5克，它中间的是差1倍，还是你讲差1克嘛？问题是1克的感觉是怎么样子？按照那个原来的讲法，4克是最低的话，那理论上下一个应该是8克啊，是不是这样才讲会稍微有点道理？但是问题是你4克就有感觉了，你8克当然一定有感觉啊，对同一个人。那5克的时候，你的感觉又是怎么样？6克又是怎么样？7克又是怎么样？8克又是怎么样？这个东西其实没有什么文献的哦，就是没有办法很科学式去做。为什么？你只能针对一个人来做。你今天针对甲这样做，做完了是属于甲的部分。对于乙来讲的话，甲的这一套就不见得套在他身上。但是你可以做的当然是，你知道每个人因人而异，就像产品一样，所以你能够做的就是一个统计的大趋势，就是统计 A、B、C、D 每个都做了这一套出来之后，然后去
大略的去算出4克和5克中间呢，对于一般人来讲的差异性是多少。可是即便如此，你很难去定义所谓4到5之间那个差距的感觉是怎么样子。注意哦，这种感觉是怎么样子的东西就没办法量化，你知道吗？你可以打一个分数，但你的分数和我的分数就不一样啊，那代表意义就是不一样啊。我把它讲完了，就是说，即便就是西方呢，他们会尽量把这个几克几克写在上面，但是写这个东西呢，聊胜于无了，就是说有写总比没有写好嘛。因为我如果写 pH 值3以下，你就知道，这个酒会危险，因为这个太酸了。那种酸不是 sour，不是嘴巴的酸，而是它是会氢离子会解离，会造成你身体的伤害。你不会强迫自己去喝一罐盐酸吧？盐酸更酸了、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像这种属于化学性的酸度呢，他们会写在上面，那有意义在里面。但是你说写，残糖多少哦，这个就没什么意义啊，感觉起来意义就不是那么大。然后写酒精浓度多少，就有一点意义，应该讲有很大的意义啊，因为你知道4.5度的酒精跟13度、14度的葡萄酒的酒精和高粱酒53度、58度等等，那个就不一样了，那个层级就拉很开了。那个是可以量化的东西，然后即便它没有办法可以量化出几度，但是也是没有办法说让你有些人喝58度就不容易醉啊。我前几天不是讲了喝醉的那些东西，跟人因人而异嘛，跟酒跟人因人而异嘛，跟吃的食物因人而异嘛。所以回过头来讲说，我花了那么长一个篇幅在讲这个，你说你到现在还没有讲日本酒度，我其实已经在讲了。因为我讲的东西就是包含这些什么日本酒度、酸度，即便是酒精度也是一样，或是未来要讲的amino 就是氨基酸度呢，它这些东西呢，你就算可以量测，就算它有单位，比方讲国外的西方的那种残糖几克，那就有单位啦，每公升多少克，那就是一个单位啊，一个量词在那边了。可是日本酒度没有单位。酸度没有单位 ，amino 没有单位，它都是一个经过处理之后，把单位中间有除法，所以单位和单位会除掉。简单讲，它就是比重了。比重什么叫比重？有一个密度，有一个密度，然后一除掉密度就是每公升多少克嘛？当然，它有一个什么大气压力，一大气压力下以水怎么样是1克，一大气压力之下4°C的水，每立方公分，像一个骰子这么大小的水叫做1克，然后以这个来推广说其他的东西在同样的大小状况底下呢，然后它量测出来的这个密度值呢，就可以跟这个不能讲比较，就是说它也用同样的方式，只是这个东西不是水，然后比方讲它是糖水，或者不要讲糖水，比方讲它是金子好了，那它就会有一个密度值，这个密度值就有单位，就是每立方公分一乘1乘1，然后多少公克在里面，那这个东西的单位就是不一样，量词就是不一样了。那以日本酒度来讲，很简单，就是它其实有一点复杂，是说，你看我讲又简单又复杂。如果我们真的要提的话，它日本酒度讲的就是，糖分在这个日本酒里面，清酒里面，它到底占的量有多少？好，但是呢，多少呢？日本人比较细心，比老外还要再贴心一点。他就是说，我说我跟你讲残糖多少，你会很难理解嘛。那我如果想出一个1、2、3、4、5负1、负2、负3、负4、负5，就这样的东西呢，那你会知道2比1大然后负1比负3大，反过来反之亦然，然后0比负5比0还要小，这个正20比
正午还要大。好，你知道这种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种所谓自然数这种东西嘛？然后中间也不要牵扯到所谓的1.5度啊，我的是可以量到这么细啊，但是通常大部分日本酒造不会去做到这种地步，有日本酒造是会写到3.2啊，怎么正3.2、负1.5啊，那样子的东西其实太细，对人是感受不出来的。他们就会想办法去做出这种，我不跟你讲产量多少，我跟你讲这个是日本酒正1度，这个日本酒正3度。这个是这一款日本酒是-5度，这款日本酒是-10度。某一款特别的酒超辛口，辛是辛辣的辛哦，在日本的辛有可能是指辣，也有可能是指很不甜，就是很 dry 的意思哈。可能正20度，正28度，超辛口，意思是说，哇，我几乎糖都发酵完了。那你喝起来呢，就是比较纯粹，只有酒精跟水而已，就是当然还有其他东西啦。但是我说没有糖剩的很少，非常非常的少。他们有一个公式呢，在算这个日本酒度呢，就是1443，请注意哦，1443除以比重，1443除以比重。等一下我来解释比重哈，再减掉1443，再强调一次，1443除以比重，先把它算好之后，再去减1443，这样得出来的值呢，就是日本酒度。当然，它会有一个45度啊化减的过程哦。但你不化减的话，或是你不45度的，因为它不可能永远都是整数嘛。1443去除以这个比重这个值，怎么可能随便都会就是1或2或3或什么，不会这样子，所以它一定是会有一些小数点的东西。那他们会去抓一个值，就是在哪一个范围，可能45度或怎么样，就是这方面有没有研究？但是我猜最简单的方法就是45度哈。但是你如果不45度取到小数点后面一位的话，可能就会有产生那种3.2、负1.8这样出现哈。但是一般来讲45度会比较就已经够精准了啦。那我要回答什么叫做比重？比重呢？如果大家学过化学，也知道比重就是当然跟什么比？跟水来比嘛。刚刚讲的1立方公分的水，一立方公分哦，就像骰子一样，这么大的，到底叫骰子还是骰子？我才搞不清楚。我们都叫骰子。1立方公分这么大的这很大了。我是举例，假定1立方公分这样子的东西，跟假定有1立方公分的清酒，好，其实你不要讲1立方也可以了，我们只要讲说水的密度多少和某一款清酒的它的密度多少，这两个一比，因为都是密度比密度，所以你一除，那个酒的那个密度是放在底下的哈，以除法来讲放在底下，一除的结果呢，假定酒精是就是这个某一款清酒呢，它是它的密度是是用2，好，用2来讲好了，2，然后水是规定一定是1嘛，因为这是人规定出来的，水的密度就是1嘛，在4°C的时候是1。注意哦，他有提到温度还有压力哦，这样的条件底下，在1，然后这个它的密度是1，有单位的1哈，然后这个上面也是有单位的，可是酒精这个清酒的这个密度呢，它在规范它的量取测试密度的范围是用很简单的15度，我记得，对，15度的酒，就是说，你即便是在量测，因为密度就是重量除以你的体积嘛，所以没有牵涉到说一定是要多大多小，你只要你知道它的体积多少，然后算出它以清酒来讲，在15度的状态底下它多重，
就可以，我们就把它定位成这个酒在15度的密度。注意哦，你说它为什么不4度？因为在日本人的眼中呢，他们经过大数据的量测，认为15度的酒是最平常人喝酒的口感最怎么讲最常遇到的状况。即便它一开始是冰饮，但你喝到后面都会变成比较常温，也不会突然变成20几度这种高温，除非你特别去加热。所以15度比较像室温，比较像是我们最后喝到的温度一样。他觉得用这样来比是最准的，不然你要弄一个很低温或者是很高温，其实都不容易达到的条件。所以它规定是用15度的。那你说，那为什么这个水不用15度呢？因为水的密度就是定位成为一大气压下4度C 的水，它的体积含的重量。如果你的密度那个温度太高的话，那水会膨胀嘛，那你在算那个密度就会改变了。所以我们总是要取定一个标定值，所以水是4度C。我这边我就不多说不阐述，因为我并不是化学老师哦。就是各位只要知道说，清酒它有考虑到温度，这个水的部分就是按照原始定义来做的。那这样子的东西一除下来，两边本来都是有密度嘛，都是几公升有几克，1公升有多少克，1公升有多少克，上下一除，所以除下来之后，这个新的产生的东西叫做比重，用比例的比重，相对互相比重量，比重这国中也是学过的东西，你就知道比重是没有单位的。为什么？因为它单纯就是以大家跟水来比就对了。但是清酒比较特殊，是清酒是规定是在15度的状态，其他的东西我记得也是好像也是一大气压，这个4度C 的状况底下，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子哈。我没有再去研究这些东西，但是这个其实很容易查得到。我先讲清酒是这样，所以刚刚讲1443除以比重，指的就是清酒放在上面除以这个水，然后除完了之后减掉1443。所以我刚刚讲，如果说我们现在这个清酒这个比重呢，在按照刚刚讲的方法去量测出来是，比如说12什么什么什么比重的单位，然后除以水呢是规定4度C 1立方公分是1克的话，那这边如果是2克，这边1克的话，一除就是2了，对不对？2，然后那个密度的单位被除掉了嘛，所以就是剩下2，然后1443除以2，好，我这样算法是很难算，我们姑且把它算成700好了哈，就1440除以2啊，700再去减掉1443，哦，就是我刚讲那个都是缩写过后的东西哦，那就变成负多少？负700左右，负700多。所以这个日本酒度就负700多，就这么简单。那你说，我没有听过日本酒负700多，我也没有听过。我看过日本酒度负10几就已经很离谱的那种的了。那你说那这公式是干嘛用的呢？其实就是要牵扯到，各位有没有应该先问为什么叫1443呢？为什么不是1000？为什么不是286？为什么不是任何其他的数值？难道1443是一个什么神秘的数字吗？是一个质数吗？是斐波那契数列吗？是这个日本天皇的生日吗？哦，这个不是，我没有不敬的意思，我只是举例说1443其实也是一个 constant， 就是所谓的constant 要怎么讲？定数吗？还是什么？这个数学上面 constant， 我突然有点忘记要怎么讲，它就是固定的一个数字，是人去定出来的。为什么？它是反推回去，就是说它
细节我不讲了，就是他考虑到日本所谓的呃含糖的日本清酒呢，他在算这个密度的时候呢，他还要考虑到什么？他还要考虑到酒精，有酒精在里面，因为所谓的清酒当然不是水嘛，它是水加酒嘛，然后里面又含糖嘛，对不对？那酒精的密度是0.789克，然后水一直都是标的物，就是1克，就是它的密度是1克，然后1立方公分，4度下，它的这个重量就是1克，它的体积是1立方公分，然后除起来密度就是1克，那个都是人去定出来的哦，所以它是都这样一路一直下来，那其他的是跟它相对的东西。那我们在算这个酒精的密度是0.789，然后它如果同样在1立方公分的状况底下呢，它它的密度就是0.789，就是重0.789克除以就是0.789克每立方公分。其他细节我不再推，因为这个还要再反刍回去哦。就所以他在推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发觉呢，因为有这一层的关系在，有这些酒精啊，它的密度什么那些东西在呢，所以你又把糖加进来，糖也有糖的它的密度啊，也有它的这个影响力嘛，所以这个从数学反推回去的哈，怎么反推我不讲，因为真的这个第一个没办法，比较没办法讲，我不是李永乐，我们写黑板写那个没有什么意思，各位只要知道说，因为它是有这样子的酒精密度的这种关系呢，所以他把它反推回去呢，去测量出说，呃，如果我要让它日本9度为0的时候呢，假定我前面什么除以这个比重这个项目呢，减掉1443这个，把1443先把它我们假定它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不知道数值是多少，然后我希望得出最后是等于零，等于零什么意思？就是假定这未知数是 x 除以比重减掉 x 括号起来，要等于零的话，我们定位这个定零为日本9度为零，表示说，在一般人的这嘴巴里面呢，零是相对于来讲是比较没有那么甜。注意哦，我讲的并不是说不甜，是比较没有那么甜，就是你会觉得说不算是甜酒，就是也许还是有一点点，但是是完全可以接受，你甚至可以你说无视也可以了，但是基本上通常酒精浓度为零的这个东西呢，我们不能马上就讲说，不是酒精浓度，日本9度为零的东西，我们不能马上说它就是不甜，因为你还要考虑到酒里面有酸性物质，然后有其他的这个呃那个芳香物质啊，什么那个酸就有酸度嘛，那酸度就包含琥珀酸啊、乳酸啊、苹果酸啊、柠檬酸等等，所以你在想日本9度是零的时候呢，这个考虑的点非常的多，但是可以，他们也是经过大数据统计说，哦，如果我能够做量测出一个某个味道呢是。比如说我把它定成零的时候，大家喝起来感觉都会觉得说它比较没有甜味的时候呢，即便有些人喝起来是觉得还是甜的，那只是极端值，我们把它取掉，我们取一个以 normal 中型的分配来讲是比较中间的这个值95%信赖区间的95%信赖区间是我随便乱讲的，但是我的意思说它总是有一个统计上面的一个规范一个来源。那这时候你看有零有比重我们出来了，然后这时候你要决定就是 x 是多少嘛？那这个你说比重怎么出来？因为你知道日本酒的这个14度的，而且这还要牵涉到说它是几度的酒精哈，通常都是用16度的酒精来算，因为以前日本酒酿造后通常都是到16度左右，如果高一点它就会掺水去把它做调和掉。这个以后我再谈无滤过或者是呃生酒、原酒的部分我再来谈了。但是各位就知道16度，因为你知道酒精浓度16度呢，
就会是它的体积啊，就知道它里面有多少酒精啊，就可以去算出16度这个大概会有多少公克啊，然后这个多少公克呢？糖的密度我们也知道嘛，我讲的是一般的那种葡萄糖那种密度你也知道嘛，所以这个很简单，上面这边你就可以知道说16度C，15度C状况下的16度酒精浓度的日本清酒，它的重量会是多少？比重它的密度会是多少？我再讲一次哦，刚刚前面讲了。16度C 是人们最容易，16度，16度C 是一般酿酒就酿出来哦最常遇到的状况，不管它有没有加水调和哦，加水调和很重要，以后我再提哦。16度的酒精浓度，然后你又知道它含多少呃的水，所以比方讲哈，就是说，其实这怎么讲呢？就是你已经知道说酒精含量多少了，几公升了，因为有酒精度可以算出来。然后你又规定它在15度底下，所以它那个什么热膨胀那个细节都差不多，就一样了，固定了。那体积也知道了，然后再加上这个呃未知的糖哦，但是我们可以先带入多少糖进去，然后去算出它的一个密度，除以水的密度是1嘛，然后这个比重就自然而然就跑出来了。那跑出来之后，你要后面要是一个0，你这边前面是 x 减掉这个两个密度相除得到的比重，再减去掉 x 等于0，你很轻易的就可以算出，这是其中控制影响到最大的就是酒精浓度是0.789这个东西哈。细节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自己推算。我已经把所有的道理都讲在里面了哈，我也不写出一些细节，它是这样的东西哈。大家要反过来看哈，1443除以比重减掉1443，然后是比重呢，底下是就是密度相比，底下是水的密度1，上面是这个酒精，清酒在16度的清酒在16度的清酒的这个密度是多少？16度哦，16度的酒精哦，它的密度是多少？我记得是16度哦。等一下，15度，抱歉，15度的清酒，然后15、16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啊，就是你确定好这清酒的度数多少之后，去算出它的密度是多少，然后再来除以这个呃酒的那个清水的密度。这部分讲的有点杂哦，这很困难的原因是因为我没办法用写的，我写黑板，那讲起来就很快哦。大家在不懂再回去再听一次。如果我口语有表达不清楚，我会把这个公式放在这底下，就是说明栏那个地方哦。简单讲就是说，你把15度的清酒的密度哦，当然你说15度的清酒的密度，问题是你不晓得糖多少，对，我不知道糖多少，但是呢，我们今天假设有多少糖在里面，你在算这个整个密度的时候，因为其他的东西都是已知嘛，你糖只是再加进来的话，你要算这个密度也可以算综合的密度出来了，因为他说这个密度就是说这个水、酒精、糖3个东西成为一个清酒嘛，然后这个酒精因为它是15，它的密度是0.789，然后它的气温是在15度，就是要那个温度是15度，然后你整个去算这个，再加上酒的体积，这个清酒的体积，然后
我们先假定带一些多少糖进来，几克的糖进来，你就可以算出来密度多少。这个密度除以水的密度1的话，那除值一出来之后，你这个两个 x 啊，x 除以比重减掉 x 等于0，我就可以很轻而易举算出 x 应该是多少呢？它才会最后的结果会产生0。那最后结果产生的这个0也是人去定的。我讲过了，他可能做，因为日本酒发展这么久了，他一个大数据的历史，他会发觉说某一种状况底下呢，人会觉得说这个酒是也不偏甜，也不偏不甜，就是刚好在一个比较中庸的状态底下，这样的东西呢，里面的含糖量有多少呢？它造成这个上面的值跟下面的值呢，上面的这个清酒15°C 下的清酒里面的含的糖多少，刚好会形成这个上面结果也是1除以1就会变成1，所以1443除以1就是1443减掉1443就等于0，就这么简单。然后回过头来呢，你说你到底是往哪边推回去的？其实0这边本来也是一个未知数，但是它就是统计出来很多你加了多少糖，多什么东西，然后这个15度的酒的状况底下，你给许多人喝，大家哪一个状况下会觉得是最那个？因为日本酒已经发展这么久了，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一直有在去修正的，或者是说一直去精算出哪一个东西比较接近的。那其中的关键就是你知道日本你知道酒精度的密度是不会变的，你知道水的密度是不会变的。那糖加多少，然后糖含多少，然后它自然就会产生一除这个比重值就会出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你这边你可以自己去定多少数字。你如果把它定的大一点或小一点，你定的比较大你这个大的除以什么，那个出来数字可能就会变成是比较离谱的，就是很难直观的判断。比如说日本酒度30，你就觉得300你也没办法判断，但是0对一般人来讲比较容易知道说它是不甜不咸嘛，不甜不就是不甜，甜和不甜这样子。所以你如果说你定1443之外的数字的话，就会产生你出来的那个数字呢，对一般人来讲感受不会那么的直观。这是日本人的贴心就是说他反正比较复杂的东西我做过，其实日本酒造也不见得了解他们只做完这个东西可能只是拿去这个套公式或是一个仪器检验一下算一下，然后因为只要去量测这个东西，就是15°C，你这一瓶酒去里面有多少酒，里面有多少糖分我不知道他可能自己试喝结果觉得这个东西已经够了，这个甜度已经够了，然后他就把这个拿下来之后去测量算那个密度，算出来之后去除以这个除以1嘛，就是那个水的密度。你说为什么要除呢？是因为它就要一个规范在那个其实水的那个数字不是凭空就跑出1出来，但是人去定出来的。那你上面这个东西呢，就是量测出来了之后，你除不除已经没有差了，因为就是要除以1嘛。但是如果问题是你如果量测出来是0.8的话，你除以1就不好除了。所以还是要进行除的这个动作那你一除，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讲，假定里面的糖分比较多，造成这个15°C 的这个清酒15°C 温度下的16度清酒，这听得懂吗？15度指的是指气温，那个酒体的温度；16度指的是这样子的温度下的酒精浓度16度的清酒，里面当然还有糖。然后它测出来的，因为加入糖的关系，然后再加上那个酒精的密度呢，会造成这个
酒体呢，它的整体的密度有改变。假定这个密度呢是2就有点夸张哈，假定密度是我要怎么算才会等于1呢？我最后要1443要除以这个比重这个值嘛，要等于1442的话，1444的话，那1444减掉1443才会等于1嘛，它日本酒度还会正1嘛。那你可以回去推说，到底要有多少的日本的日本清酒里面要多少糖分？我看一下，我记得我之前有做一个表哦。你如果要得到日本酒度是1的话呢，我这没有写哦，我查到是你的比重如果算出来是0.999的时候呢，你的日本酒度呢会得到的值是1.4。当然你也可以回去推说多少是1啦，但是这个部分就是其实0.999，你把它四舍五入运算的话，是不是就相当于1？也就是说，当你的比重是1的时候呢，算了，不能你这样把它去掉之后，你再算比重，你要算日本酒等0就会有误差了。Anyway， 反正日本如果你的这个比重是0.999的话，算出来日本酒度是1.4；如果比重是1.001的话，它算出来的这个经过1443去除以这个1.001，然后再减掉这个什么1443之后，得到结果是负的1.4。这中间呢，就是所以1就是比重为1是0的日本酒度为0的关键哈。你稍微甜度高一点的话，稍微差一点点呢，你的日本酒度可能就会变成这个负值了。那你的甜度稍微少一点点，你的日本酒度可能就变成正值了。那这边我要讲，你注意到我讲的多或少的时候呢，这个有关日本酒度呢，我讲的时间太长了，我怕大家都看不完，而且这个太复杂了。日本酒度呢，各位要记得第二个观念就是说，它第一个它是代表糖分甜度，虽然说它不是100%，因为你不要忘记里面还有别的物质在，有酸度的东西就影响到你的对甜度的判断，因为它会分散掉你的口感哈。但是无论如何，日本酒度如果是正值的越高，正1、正2、正3、正4、正5、正20、-1、-2、-3、-10、-15哈0，正值越高，日本酒度代表了就是越不甜，负值越低的，好，-1、-2、-3、-5就比-1还要甜蛮多的啊。然后这蛮多这部分讲起来有点不是那么精准啊，但是我就跟各位讲说，只要知道说正值越高就是越不甜，负值越低呢就表示越甜。好，你说为什么日本人不把它直接正值越高越甜，负值越低的就越不甜？他这个又考虑到他的量测方法。我有买这个日本酒度的量测剂哦。台湾有多少人？你考 SSI 的，你有多少人？你有看过日本酒度计？我之前团体我们有跟日本的那个接洽，就是专门在做日本酒度的，我还居然买，我手上有2支吧，那一支不便宜啊，那一支起来就有点像是温度计一样，然后底下有一个球一样，一个玻璃球一样的，里面有装一些东西啊，然后上面有刻度。它简单讲就像一个鱼标一样，就浮标，钓鱼的浮标一样，就是你今天把水装满，把那个酒装满之后呢，然后你把那个丢进去，它如果日本酒度是0的话呢，这个日本酒度计呢，
它就会停在一个位置，注意，因为它会浮起来嘛，它会停在一个位置。如果日本9度是零的话呢，它就会停在一个位置。当然，它这个是因为这个而去做出来的。然后这个怎么日本9度又是日本的酿酒协会他们因为凭经验什么去弄出这样一个公式出来的。所以呢，如果说他就做，因为这样的原理去做出，如果呢日本9度是零的，它就会停在一个位置上面。这个位置呢，当然底下的球多重啊，里面包什么东西啊，上面这怎么样，然后每个刻度间隔它都规划好好，就跟温度计一样，只是它是像浮标一样，它这样的状况哦，这个点呢就是零，它上面就会标一个零。如果说里面因为糖分比较多的话，糖分比较多，这个日本酒的浮力就比较大嘛，浮力比较大，它就会上来一点点；糖分比较多，它就会上来一点点，对不对？上来一点点的话呢，以刻度来讲的话，零，然后底下通常都写-1、-2、-3，然后上面是1、2、3嘛，所以当你的糖度比较高的时候呢，它的这个会让这个浮标稍微浮高一点，因为阿基米德的原理嘛，这个里面这个东西的比重密度比较高，所以它会浮高一点点，浮高一点点，浮高多少呢？它就会去定这个什么有-2、-1、-2、-3、-4、-5这样的状态。也就是说，里面越甜的东西，它就会浮得越高。阿基米德的原理哈，自己再去想一下，那个占的体积啊什么的浮上去。那如果说越不甜呢，越不甜表示说它的这个浮标就会往下沉一点，往下沉一点的时候，因为从零往下沉，它就跑到1、2、3、4、5、6去了，所以就会这样的状况底下就是正值，越不甜的话就是正的越多，越甜的话就是负的越多。这样讲我们了解那个。我今天本来想去找那个日本9度计出来，但是我想说不用找无所谓，它就是像一个钓鱼的浮标一样，一根针，底下有一个圆球，所以你在做这个量测的时候，当时我在家里有做这个量测哦，但是你要知道量测这个你要浪费很多日本酒，为什么？因为那个浮标那个球也现在蛮大一个的，这样一根，而且很长，所以你你不能很短，很短，这个弄就直接到底啦。就是你的日本酒如果加一点点的话，它根本还来不及浮，就整个就沉到底部了嘛。所以还要去买那种大的那个试管量杯那种很大的，大概要倒个可能500ml以上的酒进去，这样量测才会准确。所以一般台湾有几个人在玩这个游戏，但是我们的团体有些人朋友很认真的，当时我讲说要买的时候，大家都一起买，所以我们那个团体是一个很特别的团体啊，不是在看酒标的啦。因为你看酒标的话，当然我们也是会看酒标啊，但是酒标完了之后，你要去研究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玩到这样的东西，包含日本的特殊的温度计，因为那个量的温度，他们做这个东西。化学检验品的这种相对的这种检测品的东西，精度比台湾的还要好，这个毋庸置疑的。然后这个日本、德国啊那些，他们的工艺水准比我们强哈。那我们就买日本那个也不便宜哦。然后我自己有去量过那个状况，因为我也想要测试一下它如果再冰一点的时候会怎么样，酒会怎么样，日本酒会怎么样的变动。你有去想过这个问题吗？同样一个日本9度的东西，同一款日本9度的酒，我喝完一半，然后我另外一半放在冰箱里面之后，它日本9度会变高还是变低？加热之后，日本9度会变高还是变低？我可以跟各位讲了，加热之后，日本9度呢，会变低，就是它会变得比较甜，会变得比较甜，加热之后变得比较甜，然后加热我记得加热变得比较甜，反正它会有变化就对了。好，这个各位也可以不用实操，直接去想想看这个日本9度的这个量测的原理。那你加热的结果是会使这个液体，这个酒精的液体膨胀还是缩小？
膨胀的话密度是变小了，膨胀的话密度变小哈，密度变小的话，上面密度变小除下来的话，数字就变大，数字变大的话，你这个减下去的话，相对来讲1443减完这个数字就变得比较小，比较小再去减1443的话呢，它的负值就会提高，所以很简单，就是你温度那个增加的时候呢，日本9度会稍微提高一点，你的冰就是比较低温的状况底下呢，因刚刚讲15度嘛，如果是同样酒精浓度16度的清酒，你今天从15度变成5度的话，通常它喝起来就会比较辛口一点，就比较没有那么的甜。其实这也符合我们一般在喝甜酒的那种感觉哈。葡萄酒是这样子吗？葡萄酒也是温度越高，你会觉得越甜嘛，所以这个我想原理上是差不多的哈。其实我还想再多讲一点，但是现在已经超过1个小时了。日本9度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啦。我后面留一个问题，就各位去思考就好了，或也许我再单独讲更深入的一起再来提。但是其实我刚刚已经有稍微略微提到，就是说，日本9度它是一个没有单位的量词，它之所以设计出变成1度、正1、正2、正3什么正20，正的越高就是越不甜，就是越辛口，辛苦的辛。负值越高呢，就是越甘口，甘就是甜，然后0就是一般人认为说比较不甜甜与不甜的一个中间值，但这个东西是大数据的结果，是日本人经过这么多年来他们累积出来的、修正出来的结果。然后这个东西会反映在，不是讲修正出来，量测出来的结果，然后这个结果会修正在他们的1443上面。其实1443不是不会动的，我讲它是 constant 系数但是它也是目前为止的状态。因为你不要忘记我上面讲的是16度的那个15度的16度的日本清酒，温度是15度，酒精浓度是16度，这样去量它的那个密度的。但是现在很多酒都做到13度，酒精浓度13度，或是有些酒做了19度的，那个你说有没有差？会有差，会有小小的差异性在里面了。那你1443要不要做修订？所以我们要回过头来是思考是修订这个有没有意义啦。因为然后这个有没有意义呢？就带出其实是我要讲了，本来是要讲的，但是现在来不及了，时间太长了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想过，你如果是你的朋友是对日本9度对日本清酒自认为很强的，你可以问他，你问他日本9度怎么来的，他能够讲得像我这么清楚的，那有水准有研究啦，但是研究其实里面还有一些数学、化学的知识在里面。第二个问题是，你知道日本9度，他如果是跟你讲说正的越多，就表示越辛口，负的越多越干口，那你也知道啊，那你要知道，你要问他为什么然后跟你讲说量那个就这样量，然后你就说那日本9度怎么来的？他绝对答不出来。当然他讲说，因为那个怎么含糖量多少，那可以解释啊。但是你想要更知道那怎么定出1、2、3、-1、-2、-3，他绝对答不出来。搞不好连酒精浓度的密度是0.789毫都不知道啊。然后他量测的时候规定在16度C 的16度酒精浓度，然后15度C 的状态底下，他可能也不知道。那最后的问题就是因为时间过长了，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其实连我都没有答案。
我们刚讲1度、2度、3度、4度、5度、0、-1、-2、-3、-4、-5，请问日本9度1度跟日本9度2度跟日本9度-1度、日本9度-2度、日本9度9度-9跟日本9度-10、-11，日本9度-5度跟-6度、-7度，这个中间有一定的差异性的状况底下，他们是线性的关系吗？糖是线性的关系吗？其实按照我那公式来推，你就知道它不是线性的关系。什么叫线性？就是1倍、2倍、3倍、4倍那种叫线性嘛，不是线性的关系。然后它其实是一个曲线的关系，曲线的关系基本上就是，当它在比较小的范围变动的时候呢，会很明显，就是可能正一到正二就会让你有感觉，正二到正三也会有感觉，可是你在正8到正9或正10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比较没有那么的明显了。同样的道理，甜度的部分也是，就是负值的部分也是一样。但是我讲这个日本都没有任何的文献，就是去做很详尽的比较，因为这中间牵涉到问题太多了，它绝对不是只有糖度，除非你做出一个日本酒是完全就只有糖跟酒精而已。可是你不可能啊，里面还有各种物质啊，各种酸度，各种什么氨基酸啊，什么有的没有的，这些东西呢都会。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就是要固定变数嘛。那你变数不能固定的时候，你单纯只是你想要只有改变那个糖分，其实它后面一大堆影响到的东西，会让你的检测的结果就没有那么准确了。所以到目前为止，其实没有什么文献可以去解释这一点。我们只知道说它不是一个线性的关系。而且其中还有一个中文字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以前我们都念法子，念错，它是一个大门的门底，里面是一个豁然率的豁，你或我的那个或，这个字好像是念芋头的阈值，阈值就是一个启动值的那种感觉，或是一个或是你讲启动，或是疲乏值就对了。你要冲过那阈值，你才可以怎么样？或是你过了那阈值，你之后你就会再增加量，就对你来讲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它不论甜或者是不甜，它都有一个阈值在，这阈值多少，其实跟每种酒是不太一样的。然后我只能跟你讲说，它不是线性的关系就是前面的话会变得比较明显，后面就不是那么明显。而且其实两边的曲线也不是一致的，不是说正一到正二和负1到负2，就是给你感觉就会比较不甜和比较甜，那个感觉就会有一点线性，不是，因为你要忘记它是一个曲线，而且它那种曲线幅度搞不好都不一样大。这个东西主要是里面牵涉到太多的物质在里面，我再重新再强调一次，它酸就很多种酸，阿米诺酸、氨基酸我也提过，氨基酸它只是一个代称而已。氨基酸阿米诺是日文的发音也是英文的发音阿米诺这种东西呢，其实是据我所知，大概至少有14种以上，它应该叫 amino acid， 氨基酸。那这些酸呢，包含我们所谓的在味精里面是氨基酸的其中这2种吧，一个谷氨酸，一个什么什么酸，我忘记了。但有些氨基酸是有鲜味的，无妈米的鲜味的，很鲜，那个是人的第5味然后也有的氨基酸是让你吃的时候会觉得苦苦的，这跟米的特性有关。其实葡萄酒跟日本酒都有氨基酸里面，可是葡萄酒的氨基酸是比较多的，因为氨基酸来源是从蛋白质过去的，然后蛋白质在米中比较多，在那葡萄里面比较少很多。好，把话题扯太远了。Anyway， 就是说最后你要知道说，讲了半天有没有结论？有结论。我刚刚讲了这个正值负值的问题，然后
它代表是日本酒的甜度的问题。但是呢，我会讲说它不是线性的关系，所以你很难去估计说，正一正二差距差多少。但是你可以知道正二一定比正一不甜一点，你也知道负二一定比负一不甜一点。那更广的例子就是负二和正二来比的话，正二当然是更不甜啊，然后负二一定是比较甜的酒啊。当你知道日本酒是甜和不甜的时候，当然你还要考虑到其他的因子。然后我先单纯就这个来考虑的话，你知道甜或不甜的时候，你就当它的负值很高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基本上它糖一定是比较多了，即便它有很多的酸，让你感觉不甜，但是这样子的感觉呢，只会让你觉得酒会更厚而已，因为它有太多糖跟太多酸在里面了，那个酒一定更厚。厚就是说你喝起来不会清清如水啦，他会觉得是比较它高，那种嘴巴里面一些东西好像比较多的感觉。这时候你拿来配日本酒、清酒，拿来配那个不是配清酒，你拿来配寿司，你觉得会合吗？特别是白生鱼的那种寿司，如果你今天配个鲑鱼啊，配个那种是那叫什么比目鱼鳍边肉，或者是某些鱼它有比较浓厚的油脂，冬季的东西，或者是你去烤一个秋刀鱼的鱼肚哦，或者是鱼头什么的，那种有鱼油的那种东西的话，你当然可以配这些东西。可是你一般坐在板前一字排开，你拿一款酒上去，这个日本酒度比较低，然后又酸度会比较高的，你放在上面很好看，涅盘龟或什么东西有的没有的，哎，它那有些是用那个菩提园的做法去做出来，那很传统的日本酒。你一喝这么厚重的酒，你去配这个寿司啊，今天来了这个什么很小，不要讲小计啊，什么那种比较清爽的鱼啊，白生鱼啊什么的，这样你怎么配得起来？配不起来啊！酒很高级，这个很高级，配不起来啊。那你现在知道原因在哪里吗？至少日本酒就占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里面。然后我刚刚讲了，那你说好，那我下次拿正二的去，你正二你可能酸度也是很高的，或者是你的酒精浓度是很高的，你最后结果它还是很重的酒，那你要怎么配？有一些酒是可以配的，没有错哦。其实越简单的酒越容易配啦，比如本酿造系的一些，它没有那么复杂，因为它有加酿造用酒精，它水可能也比较多，会让酒体比较清爽。那你配那个反而更合适，会比你带什么哪一个什么酒啊、新政啊、什么那些什么酒去，反而会更合适。当然是要讲很多啦，就是说目前为止我大略提了酒精浓度，提了日本酒度、酸度。其实我说我要分开讲，但是其实我好像讲了3期吧。我在酒精度有提到酸度，在日本酒度有提到酸度，然后酸度部分我还特别去指说它的 sour 跟酸度我也特别提过一起啊，跟葡萄酒的酸度什么，所以那个部分你大概可以理解。那什么叫氨基酸度，我到时候也会再讲。不过这个部分就是略显不重要了，因为我有问过日本酒造，为什么有些酒没有标注是阿米诺那个氨基酸度，什么原因？下回分解哦。今天讲有史以来最长的一集啊。好啊，特别是我精神状况最不好的情况底下，头脑在思考都觉得有一点问题。如果每个人都把这集看完的话，只要有100个人看完，我就多100个小时了。把它放着当做这个不要快转，快转 Google 会发现，把它当做背景音看电视也可以啊。海恩啊，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填土之道有道理。这一期讲的是日本酒度，我要用什么标题呢？还没想到，我等一下再想，先上传再说。拜拜。